29,500元。2026年，台灣調升了基本工資，聽起來很美好，但你真的覺得生活變輕鬆了嗎？今天小溪要帶你橫跨食衣住行娛樂，揭露這場全方位的生存稅。我們會發現，在台北，你領的不是薪水，而是替地主與通膨代收的過路費。先談食。大陸一線城市雖然繁華，但樓下巷弄藏着極其廉價的便民餐飲，70元台幣就能吃飽。但在台北，高房租逼走了平價小吃，一個便當加飲料直逼200。在台灣，你光是為了不餓死，每個月就要比別人多付出1萬元的溢價，因為你吃的是排骨，老闆付的是店租。接着是大陸擁有全球最長的電商供應鏈，年輕人下單150元的衣服，隔天就到。而在台灣，同樣的衣服經過通路成本，價格翻了5倍。這種基礎物價的落差，讓對岸年輕人可以用極低成本維持體面與社交尊嚴，而你卻得為了件普通衣服多工作一整天。最重要的住，北京、上海雖貴，但存在4500元的城中村作為底層緩衝。但在台北，即使是最破爛的隔間，也要11000。這就是生存地板的惡意。台北不允許你窮着活，它強行鏟除了所有低成本空間，逼你必須拼命去賺房租，沒錢就只能滾出城市。再來比行，大陸一線城市地鐵有強大補貼，單程僅需10幾塊。在台北，雖然有月票，但加上昂貴的停車位、油錢與保養，你的移動成本高達3000。在台北，不止住着要錢，連你想移動去賺錢，都得先交一筆沉重的特許費。這就是對勞動者的變相剝削。關於欲，這是最隱形的謀殺。在大陸，知識是平民化的，台幣45元就能買到高品質電子書，但在台灣，一本專業書動輒800元。當你忙着賺錢付房租，連買本書都要猶豫時，你失去的是翻身的門票。系統最狠的一招，就是讓你窮到沒錢升級大腦，把你永遠鎖在低薪勞動的死循環裡。最後是樂，這是最殘酷的精神收割。在大陸，1500元就能住進設計旅店放鬆靈魂，但在台灣，國旅一晚動輒6000元，如果你領基本工資，睡這一個晚上就要噴掉你4天份的勞動。當休息的成本高到變成負債，你就成了不能關機的機器。這是在剝奪你的精神修復權，讓你只能在工作中枯萎。把賬單攤開，領29500元的你，扣掉房租、吃飯、網購、交通與基本社交，每個月竟然幾乎零存下。這就是全方位收割，系統透過房租推高所有物價，你領到的錢只是在賬戶裡虛晃一招，最後還是流向地主與資產階級。這不是在發薪水，這是在回收薪水。在大陸，累了可以退回3線城市，開銷直接除以3。但在台灣，全島物價與房價幾乎聯動。你從台北退到台中、高雄，發現便當和房租竟然也沒便宜多少。這種全島高成本的結構，讓你連想換個地方呼吸，門票都一樣貴，你根本無處可逃。這就是兩岸躺平的本質區別。大陸年輕人是看破了遊戲，選擇在低成本的廢墟裡主動躺平，甚至還能靠着廉價網絡愉快地打遊戲、刷視頻。而台灣年輕人是連躺下的地板都買不起，只能在生存的深水區被迫踩水。別再說你不努力了，
在這種連休息都要付錢的環境裡，你還活着就已經非常努力了。為什麼薪資漲了，生活卻更難？因為每一分漲上去的薪水都被精準轉化成了房租與物價，這是一個隱形的循環。政府幫你調薪，系統幫房東收割。當生存地板被推高到極限，年輕人就成了系統的奴隸。你的每一分勞動都在幫地主維持他的財富帝國。做這一集是為了讓你明白，如果你覺得活得很累，那不是你的錯，是這個系統的生存地板設得太高了。看清食衣住行娛樂背後的收割邏輯，是你奪回人生主導權的第一步。記住，你值得更好的生活，而不只是為了支付賬單。小溪會一直陪着你。